如何选择适合你的潜水电脑？大家好，我是许涛，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我是海豚，你就是那只小兔子。节目开始前，先跟大家看一看我做的这顶帽子怎么样，好看不好看？这旁边呢有我的名字，不有许，然后的姓氏的签名，然后呢正面呢有我的频道的商标，就是Dolphin的 Bunny， 怎么样？好看吧？我这个是从 Sweden 专门定做的啊，在新西兰本土我找了几家，感觉不是很满意。我还在淘宝上订了几顶，还没有收到，等到时候收到我比一比，看看质量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很多朋友在我的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啊，问我问题，说潜水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电脑，是应该怎么样去选，因为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嘛。这个问题我当年在初级学潜水的时候啊，我也都遇到过，所以我非常理解大家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现在问的人比较多了，我觉得我就应该需要做一期了啊。我今天给大家主要讲的是我现在所使用的两款潜水电脑以及它们的区别，就是我现在手里面拿的这两款潜水电脑了。这个是自由潜的，这个是水肺潜水的。我潜水的时候，这两个表呢，我会同时带着。我跟大家首先要分享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潜水都需要潜水电脑。你要先搞清楚你要潜水电脑干嘛，你潜水所去的地方、去的深度和玩的时间的长短。如果你只是在一个美丽的景区趴在海面上看鱼，那你完全不需要潜水电脑。现在手机是防水，很多电子表也是防水，趴在水面上你能看一个温度，看看几点，那足够了。那如果说你只是偶尔憋一口气下去个3-5米看个鱼，甚至说的是只是跟潜导很浅这种体验式潜水去玩，你可能都不需要潜水电脑，潜导带着你就可以，你只需要知道你的气压，你只需要知道你对吧，你现在所潜的深度，那么很普通的物理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你不需要去花那么多钱。那么如果是自由潜，往往去的10米、20米，在水底下一待就待1分钟甚至2分钟，那么你一定是需要一款至少有自由潜功能的潜水表的。那如果你要去水肺潜水，那你可能去到20米、30米，极限深度水肺潜水，你可能去40米都是有可能的。那你更需要一款潜水电脑，因为你需要知道很多的数据才能保证你潜水的安全。我大概提前写了一下这个单子，就是我个人觉着潜水电脑它所需要具备的具体的功能，因为我不想给大家去介绍具体哪一款牌子好用啊，哪一款牌子不好用，我只是把功能呢列给你们，哪一些我觉得是必须的，哪一些我觉得是可选可不选的。那么如果资金有限的呢，那你们只要有这些基本功能呢就够了。如果资金充裕的话，你可以买的更好的。所以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它必须有的基本功能啊。首先，潜水电脑你必须呢能显示到你的下潜的深度和下潜的时间，对吧？你下潜的深度是多少，你在底下待了多长时间，然后呢它还能显示出来你有多少，比如说剩余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在水底下取决于你能待多长时间，不光是你的气体有多少，还有你身体里所堆积的氮气嘛。那么当你氮气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电脑表可能会提示你该上去了，那它是不是有一个氮气残留提示？那么你要上升的时候，它是不是还应该告诉你的上升速度是多少？如果过快了，超过1分钟就是每分钟18米的这个建议速度以后，它是不是至少应该会有报警？那么它这个报警的时候，是光是声音呢，还是说是有 LED 灯不停的在提示你，让你减速？这些功能我觉得都是很有必要的啊。另外呢，就是你上去以后，在水面上的停留时间是多少，它也必须能显示给你。你的停留时间就取决于你在海面上你身体里的氮气能排出去多少，你排出去的越多，你下一潜的时间就越多。那么你下一潜能潜多长时间，取决于你电脑里有没有这个计划功能，就是 plan 这个功能。如果有 plan 这个功能呢，根据你上一潜的时间，它推出来的理论的氮气在身体里的残留，以及你在水面上待的时间排出去多少，那么你很容易就能算出来你下一潜最深能去多浅，能去多少，然后你能待多久。这个就计划功能是非常必要的。那么最后就是下面几个功能，就是如果你潜到比较深的地方以后，周围会很黑嘛，你如果没有手电的话，你的这个电脑表有没有 LED 背光功能，按一个键它能不能亮？还有就是你的电脑表，你在潜完水以后，那它总能显示你的历史记录吧，然后呢能显示到上一潜所有的数据，包括如果能记录出你的这个气压的进去是多少，出来是多少的话，那就非常简单。它能不能连上电脑，能不能把你的数据直接就下载电脑里，就不用你去手写你的这个
对吧 ？Logbook 不需要去实现这个潜水日志，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功能。然后就是它有没有就是高氧的这个功能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氧气的百分比是21嘛，现在比较流行的高氧是32和36，把氧气提上去，那么你在潜水的时候，你可以待得更长的时间。当然了，你的极限下潜深度会减少，它能不能提示你到了极限下潜深度？接下来这几个功能，我觉得是可有可无的。比如说它是有电子指南针，然后我觉得还没有这种就是物理的指南针好用啊，这种看起来更快，所以那个功能我觉得挺鸡肋的，我都不去看。还有就是它是彩色的显示呢，还是一般的黑白显示，这个我觉得根本就无所谓的啊。还有屏幕的大与小，我觉得手表其实就已经很够看，大的屏幕大的电脑呢更好看，但是它也会更占地方，它也会更贵。如果是彩屏的话，它会更贵；如果有电子指南针的话，那它会更贵，没错吧？但是这些功能不是必须的，还有其他的功能，就是我觉着，如果它可以多时区显示，比如说你现在是在新西兰，如果要回到其他的地方，中国或者说的是其他，比如说去热带的哪一些国家去潜水，那它的时区有没有自己调节的功能？你可以提前设几个时间，你不用去了以后再去调。这些功能是可有可无，好，但是不是最关键。接下来还有一个功能是我觉着可有可无，但是有是最好的，就是这个无线气压传输啊。给大家看我的这个呼吸器上面，你看呼吸器上面一般是可以连1、2、3、4、5，如果你要是干1的话，还有第6个孔。一般1级头上面啊都是有6个孔的。通上气以后，这个东西发的信号呢，就会传到这个电脑表里面。我们现在把这个气瓶的气打开了啊，过了这么几秒钟以后，我们现在看这个表，你看这个右下角这个地方，它显示的是205巴啊，205倍这个大气压的这个气，也就是这个气呢，跟我的这个连了线的这个气压表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啊，它显示的是205，没错吧？那么现在跟这个手表一起来对一下，这个右下角它显示也是205。那为什么在水底下一定要有2个气压表？这个东西我告诉你，我以前经常用的时候啊，有那么10%的几率，你看它的时候，它是在闪的哦。也就是说，它的气体由于在水底下各种岩石啊，或者是水里的东西啊，把它给挡住了。你要用的时候没有，很麻烦。但是带一个备用气压表啊，就是这个，你基本上就不会说的是需要看多少气的时候没有。所以说一般啊，不建议只用无线气压表，一定要再带一个这个连线的气压表啊，千万这个东西千万不能省了啊。防水的这个深度啊，一般水肺潜水我们不太会超过30米，进阶潜水的极限呢是30米。如果你有教练或者是比较大神级一样的人物陪着你的啊，极限也不会让你去超过40米。如果用空气的话，60米多一点，也就是水肺潜水的极限，不然氧气也会中毒啊，神经会麻痹，你会淹死。所以一般的电脑表，它的正常的指标都应该至少在30-40米。那么60多米，60或者说是用200这个foot 这样子啊，200 feet 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它是多少米防水的。如果防水达不到要求的话，这款表我就不建议买了，因为长时间它会漏水，所以会浪费你的钱这样子。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表它可不可以自己更换电池啊？我的这2款表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背面，它的背面换电池的时候，这款自由潜的表，它的背面啊是用2个东西顶着它，一个特殊的啊把它转开，里面是一个纽扣电池就可以了。而这款表呢 ，OCI 的这款表，这个4个角把它拧开，里面的电池就可以自己换。自己可以换电池，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有很多电脑表是要寄回到原厂打回去的啊。很多朋友都是等到夏天需要去潜水的时候再去换电脑表，等你寄回去再寄回来，可能1-2周都过去了。尤其在新西兰这个地方，效率特别慢，能自己换真的很方便。这2点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哦。下来我跟大家来讲一讲我的这2款电脑表的区别。这一款电脑表呢是我很喜欢的一款，专门给就是自由潜水所使用的电脑表啊。这款电脑表跟了我有8年了，已经都磨得差不多了。牌子呢是Beautech 这个牌子。你看这个表上面已经是磨得花里胡哨了啊。这是因为我经常带着它去抓龙虾，自由潜抓龙虾，然后呢龙虾在洞里躲着，我就一个手直接冲进去抓，然后就被
石头磨得乱七八糟，这个表基本上已经都快不行了，但是还很好啊。这个表的功能其实很简单，它能显示的就是你的下潜深度，然后呢水温，你在水里待了多长时间，以及你在水面上所停留了多长时间，仅此而已，那就够了。你像这个表现在它显示的是周日，我现在下午录制的时间是3点25，1月24号，对吧？是今天。然后你看我再一点它往后退了3-4个小时，因为这是设置了另外一个时区。如果说是我回到就是其他的地方，我就不需要重新去调表。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它有一个 timer 这个功能，计时器，这个计时器功能。然后呢这个是报警器的功能。然后你如果下到潜水的地方以后啊，你比如说我上一次自由潜，我去抓东西去看东西，下到的这个深度呢，它是1.3米，第9潜，然后呢只潜了3秒，在水面上待了4分39秒。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上次不是拿那个金属探测器去探那个就是水底下那个宝物嘛，然后我就带了这个，因为它不是很深，所以我一直在水面上趴着，我偶尔就下去那么一下啊，看一下。如果你要再想看到水温，你看19度，再往前，我再给你看一看其他的这个潜水的这个日志啊。比如说这是第11潜，我上一次下去的深度呢是5.9米，对吧？然后呢下潜的时间是43秒，在水面上待了1分52秒。自由潜在水面上待的时间至少是你在水底下待的时间的2到3倍，这样子你身体内的氧气才能回到正常的水平，下一次才安全啊。所以说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自由潜的手表，它就够了。我去潜水的时候，我一般会在2个胳膊上都带着表，这个手上带一个自由潜的手表，这个手上呢我会带一个就是这个水肺的手表，然后呢我的指南针呢也是带在这边的，这样子我任何一个手我看一下的同时，我都能知道我的深度和潜水的时间。这往往也是刚开始潜水所需要的装备，其他五花八门的功能你都不需要，有这么几个就够了，而且很方便。如果一个电脑坏了，那么我还有另外一个电脑，我知道我的深度，我的潜水时间，我就 OK 了。因为在我脑子里我知道，如果在20米附近的话，大概是可以待40分钟左右，我慢慢的上去就不会有事情。他们都会提示你的上升速度，这样，所以说都非常非常的好啊。接下来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的另外一款这个手表，就是专门给潜水所使用的啊，这个水肺所使用的这款手表是我使用的应该是第5款差不多潜水电脑了。我用的潜水电脑这几年也蛮多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潜水电脑的功能啊。这个潜水电脑正常情况下它显示的就是你的时间，然后呢告诉你今天星期几月几号，对吧？然后呢下午5点多3点半这样子。如果长按它的右键2秒，它会给你一个指南针功能，它告诉你这指北针啊，这边是北边。然后如果你现在跟这个物理的这个对比一下，你看一样的，没错吧？如果这2个都转的话，这个针应该也会能调整过去，还是指的那边，都没有错。所以这个功能在水底下也蛮方便。如果你的这个指南针在水底下碰坏了，你也可以用这个，它永远都是会告诉你北在哪一边。但是这个功能我基本上不太用，所以有没有这个功能真的无所谓。如果这个表你按着右上角这个键2秒不松啊，它就会进入这个潜水功能。现在的潜水功能呢，它进入的是正常潜水功能，然后它告诉你使用的这个气体啊，1号气体是空气，然后还有多少气是0，因为我现在没有打开气瓶，没有跟它连啊。进去以后，你看这块第一个是告诉你还有多长时间你才能坐飞机才能飞行，然后第二个功能啊，告诉你的是计划功能。这个计划功能我刚才有讲过，潜完水以后呢特别重要。你潜完水以后，它会告诉你上一次的氮气累积，还有你中间排掉多少，下一次大概是多长时间你能在底下。如果你进去以后，你看你用的如果还是空气的话，如果9米你能待4小时43分钟。如果你要是再增加12米，比如说你下一潜要去的是21米是41分钟。这个假设是你以前没有潜过水的时候啊，所以很方便。这个功能啊，为什么要用潜水表？比早期的去在水底下潜水，要方便很多，就是因为早期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大家都是用这个表格去算。
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在我们上课的那个年代呢，还很流行就是这种表啊。作为教练，我们都必须会用这种表格。这种表格就是说，假设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这一潜要去的是20到22米之间，你比如说你去22米吧，那么你最大的下潜待在底下的时间就是37分钟。如果你去的是比如说18米，你最多也就是56分钟。这个表也是差不多，他们都是不同的潜水机构啊，不同潜水机构它这个表格基本上也就是为了防止抄袭的嫌疑，他们大概变了，但是理论都是一样。你看，如果呢你要是去的18米，它这个是55分钟。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18米这块写的是59分钟，都差不多。但是潜水电脑的好处就是说，它不会假设你这一次你去18米，你永远都是18米，你肯定是有高有深有浅，然后呢，你有的时候甚至在浅的地方待的时候要大于在深的地方嘛。有潜水电脑你会发现，你在上升的过程中，你的时间突然又增加很多了，因为你体内有很多地方不会再累积氮气了，它没有到达一定的压强线面，它不会再去增加更多的氮气，所以呢，你反而是在释放，所以你的潜水时间呢就变多了，没错吧？所以说潜水电脑它这个计划模式，它是每1秒可能都算很多次，而以前那种老式的表呢，就那么一次，你下去呢就那一次，但是其实呢那是非常保守的，这就是为什么用潜水电脑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增加很多你的潜水时间啊。我再大家看一看这个其他的这个功能，你看刚才我们看的是这个计划模式。如果我们现在看这个 log 模式 ，log 模式就是你上一次这个潜水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给大家看一看，你看你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潜过水，然后呢第几潜，你去的是什么时候，大概都能显示出来。你比如说这次它是2.4米，40分钟，然后呢水温是29度，然后呢进去的气压是171，然后出来的气压是130。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这是在游泳池，在游泳池帮他们训练的时候，我就一直带着那个深度帮他们拍照片，所以说差不多就是深度就不是很深，但是呢，它记录了你所有所需要的东西。游泳池的温度一般都比较高嘛，还有日期就很方便。然后你还可以再往前看，你比如说这次的这个下潜深度啊，是在海里面，你看它都告诉你了，因为在海里面是 C 嘛这样的，然后它的最大的深度呢，我下到的是23.3米，没错吧？水温是17度，然后呢，潜水的时间是34分钟。你看这边这个已经开始报警，这是告诉你什么？这是告诉你我身体里的这个氮气的累积啊，已经快到了极限值了。它到了这2个白格的时候就不建议了，已经是极限值。那么我就开始上升，上升的过程中，这帮又开始报警了。这帮报警是什么意思？这帮是报警是提示你上升的速度超过于18米每分钟了啊，然后呢我就要慢下来，直到这个消下来以后才是安全的，不然我上去的时候，我体内会有大量的这个氮气的这个泡啊，以这个气体的形式出现，上去容易得潜水夫病。然后如果我们再进去看的话，我这次潜水呢用的气是起始气体是185，出来的时候是57，50就是最低的气体，就不可以比那再少，所以我3分钟停留完了以后呢，还剩至少50，这一潜就是 OK 的。OK， 这个表你看下一个功能啊，它有一个这个设置气体的这个功能。这个表它可以设置4种气体，你可以呢有空气，你也可以有呢就是高氧。你比如说这个空气呢，你其实可以调的。你比如说我要是把它调到高氧，可以把21的空气直接调到32%，或者是把它调回到空气，根据你这次潜水的气体的这个使用啊，然后呢，你把它呢设置成你所要使用的这种气体就可以了。还有深度报警功能，就是说你可以设成10米、20米、30米，你到一个深度呢，它就不停的提示你。它不光是有这个潜水功能啊，它还有一个就是只是一个表的功能，很简单的表，就像自由潜水表一样啊。下面这个就是 free diving 自由潜水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表呢，一个表就可以做到另外一个表的功能。它底下还有一个技术型的这种 free diving 啊，这种自由潜水的功能。所以这块表的价格是远远高于我的另外一块表。当然了，它的功能包括了4个，但是呢，我很少用这块表去自由潜水。所以说，如果只是水肺潜水，其他这些功能都可有可无的。OK，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表的这个历史记录功能啊，就是这个 history。你点进去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块电脑表跟了你多久，你一共潜了多少次。你看这个表它显示的是我用它一共潜了104次水，一共潜水时间是40个小时。如果你有这么4、5个电脑，你把它加起来，你就知道你所有的这个潜水的这个日志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再进去看这块表我去潜水的时候，最深的时候潜到了32.3米，然后是在水里，当时的最低的温度是16度。很方便啊，你就知道你的这个潜水的这个，这是相当于你的这个履历啊。下来这个功能就是说，如果你在很深的地方潜水，或者比较黑的地方，那如果把它关掉，有没有背光的功能？你看这个是有一个背光的功能，这样子呢就非常的方便啊。你在黑的地方呢也是完全都可以看见的。潜水表它其实是分了很多种，比如说这种3连表，就是指南针、气压表和电脑表是在一块，但是连在你的1级头上出来的。还有呢，不同的就是这种手表，对吧？然后呢，指南针是分开带的，大概呢是分这2种。还有一种是气压表，指南针包括你的这个电脑表都在一个上面，但是它是彩色的，然后气压表也是连在上面，这种是更高端的啊。大概呢分了就是这么3种不同的潜水电脑。那么如果你的潜水电脑在潜水的时候坏了怎么办？你可以看到我平时是带2个潜水电脑，所以说2个同时都坏，或者是突然一个没有电的几率是非常小的。因为潜水的时候，只要你所知道你在的深度，以及你的上升速度还有多少气，那么这个就是它最基本的要求了。你只要有一个能告诉我深度的，我基本上就可以安全的上升了。如果我的这个电子气压表它坏掉，或者它气压不显示，我为什么一定要带一个这个备用的物理气压表？就是因为这个物理气压表可以随时告诉我还有多少气，所以我不至于惊慌这样的。如果这个东西坏了，如果你的潜水电脑也坏了，那么怎么样安全的上升？这个时候你肯定是要马上上去的嘛，不用慌也不用怕。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啊，就是说你吸一口气，然后吐泡泡，你可以看你吐出去的泡泡里面最小的那个泡泡，它上升的速度非常慢，非常慢，就是以这个速度在慢慢往上飘的啊。你跟着那个泡泡慢慢的上去，那个速度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都不用慌，一定要了解你的器材，知道出现情况怎么应对，做到这个从容去除所有的这种危险因素啊。你的潜水往往是一项非常安全的活动，尤其是水肺潜水啊。当然了，自由潜水是另外一回事情。好，希望这期视频有帮到大家，喜欢你就点赞，觉得有用转发给你的朋友。好，这一期视频呢就讲到这里，希望这一期电脑表的视频呢帮大家解决了一些你们对电脑表选购的疑惑啊。当然了，我做这些教学视频的目的不是说你们看了我的视频你们就可以自己去潜水，你们一定要选一个正规的潜水机构，去进行实地的这个学习和操练啊，都是有潜水教练要看着你们的。你世界上比较大的潜水机构，我举2个例子，比如 PADI 和 SSI， 我就学的是 PADI 这套系统，其实它里面的知识都差不多，只不过是不同的公司在做，所以大家呢建议你们去找当地的潜店，有正规资质的啊，去跟他们好好的去训练。如果你们学完以后呢，很长时间不潜忘记了，那么欢迎你们回来看我的视频，很快呢你们就可以呢恢复对这些技能的这个记忆和这个熟悉程度。在你学习的过程中呢，不理解的老师讲的快的，你也可以看我的去做到预习或者复习。这个就是这个频道最终的目的啊，主要是为了帮助到大家。在我的网页还加入了一些商品啊，我最近有很多朋友都问我很多问题，很详细很多，我没有办法就是一一做视频去回答。如果你们真的想去详细的去了解，比如在新西兰潜水啊，或者甚至是在新西兰生活，以及比如说会计也是我的专业相关的啊，你们可以直接在网站上购买这个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的这个在线咨询啊，这个是美金，是1个小时，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微信呐，然后或者说的是 Facebook Messenger 这样子面对面，然后呢通过网络啊这样子视频，我们可以呢解答你的每一个详细的问题啊。现在都在打折，因为刚刚开始试点这个功能，所以呢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就是来到这个商品这一栏，进入到就是我这底下现在放的这几个商品里面，你们可以看一下。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就是我的频道呢，今年 YouTube 也帮我开放了这个会员专区啊。如果大家觉得我的频道给你们带来了很多价值，你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呢，我也非常开心。
但是呢，如果你们能支持我呢，那这个频道可以走得更远。加入这个会员频道呢，目前很简单，只需要5块9毛9纽币这样子，非常的便宜。那么在你的头像旁边呢，会显示出来我的粉丝勋章。根据你加入这个频道，我的会员的时长呢，它会有不同的显示。而且我会在社区这里，不定期的发一些就是我在创作过程中的照片和一些状态啊，只有这个会员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幕后的东西。慢慢的以后都会跟大家进行更多的分享。你看我今天拍这个电脑表啊，我就是在我的这个书房里面用的是这个滑轨，然后老蛙24毫米这个微距镜头啊，然后呢集中火力，用了很多灯去拍这个表，因为它非常非常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看见没有？